一般来说，监狱都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但你能想象有个国家的黑帮竟然可以大剌剌的攻进监狱，还让里面将近4000个犯人集体越狱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海地越狱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海地大家可能有听过，但不是很熟。它的位置呢，在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现在还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不过，对，跟大家印象中差不多的是，海地不仅仅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还一直饱受政治的动乱跟天灾之苦。最近，我们的这个邦交国呢，又再次陷入了危机。3月初海地黑帮攻击了当地的2座监狱，监狱门大开。将近3800名的囚犯趁机越狱，而事情发生之后，警方却束手无策，甚至呢还在 X 上面发文求救，寻找人力。然后他们的总理还被困在国外，无法回国。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海地的黑帮这么的嚣张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2027年 AI 将取代8300万个工作吗？如果你也不想被时代淘汰，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要分享的新商业学校线上课程。它是我跟团队很常关注的经理人数位时代旗下的学习平台，他们专门为职场工作者、专业经理人量身打造知识补给课程，包含了商用英文、沟通谈判、培养领导力、品牌行销等等。像是一流工作者的商业思考框架，这堂课呢，讲师就提出了10个简单易懂的思考方式，加速大家解决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像我们平常很需要创意发想、高速产出灵感，其中曼陀罗思考框架就能够帮助团队有系统的思考，提升工作效率，非常推荐大家去了解。现在新商业学校还有限时优惠，4月底前全站课程只要65折，结账输入 Shasha500还能够现折500元。在3月2日、3日，海地黑帮突袭了当地的2座监狱，一个位于海地西部，另外一个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后者呢也是海地最大的监狱。而在袭击之前呢，黑帮还声东击西前一天先攻击了很多的警察局，趁着警察忙着守卫时，他们就直接攻入2座监狱。而在他们攻入监狱之后，大约共有3800名左右的囚犯，包含了重刑的杀人犯、绑架犯、黑帮头目等等，就集体的逃狱。剩下的100人因为害怕交火时丧生，选择乖乖留下。事后有记者到了现场去，发现监狱大门敞开，里面没有警卫，院子里面还躺着10具左右的尸体，身上有很多枪弹的痕迹。另外，黑帮袭击的也不只是监狱而已，隔天他们又攻击了太子港的杜桑卢维杜尔机场，警方和黑道爆发了激烈的枪战，机场被迫关闭，航班停飞，几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因为海地警察人力不足全国呢大概只有9000人，难以应付黑道的大规模袭击，所以警察工会呢甚至在 X 上面发文呼吁，不管是什么工种，警察、军人都来帮忙打击黑帮。而事发之前呢，海地目前最高元首亨利正好出访肯亚，但事发之后，因为飞机停飞，机场又被黑帮控制，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安全回国，国家只能够暂时的依靠财政部长来指挥。混乱之下呢，海地宣布进入72小时的紧急状态，形同战争戒严，所有的学校、银行、政府机构关闭，民众只能够躲在家里，甚至呢还有大概15000人回不了家，只能够挤在市中心的一座学校避难。好的，那话说回来，一个黑帮攻击可以把国家搞到天翻地覆，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这次发起攻击的黑帮是一个叫做 G9 的黑帮联盟，它在2020年成立，由当地的9个帮派组成。G9 的首脑呢是前国家警察吉姆切里奇耶，他的外号呢叫做烧烤。有人说呢是因为他妈妈是卖烤鸡的，但也有人说呢这是因为他很残忍，会杀人放火屠杀平民。G9 成立之后呢，在海地一直都很猖狂，不仅设立路障然后建立封锁据点，占领了首都和其他地区的大量领土，还公然的绑架警察跟政府官员。在成立后的1年之内，就被指控涉嫌了10多起的屠杀事件。不过有些人认为因为烧烤一直有从政的意图，所以在海地的黑帮里面呢 ，G9 其实已经算是相对温和的组织，一些地方混混的手段可能都还更加的残忍。比如说有个叫做400菜鸡的乡间帮派在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公然绑架17名的美国传教士，对每个人勒索100万美元，震惊了全世界。走在路上就可能被绑架，海地的黑帮势力为什么会这么的猖狂呢？海地的黑帮问题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当时的独裁总统法兰索瓦·杜华利为了暴力的镇压反对者，建立了非国家编制的武装团体。
后来虽然独裁者下台了，但是这些武装团体却持续的存在。就算后续的总统呢有试图整治解散他们，但效果都不太好。1994年到2004年，太子港发生了反总统示威，一群青年自发组成的自卫团体保卫政府。但吊诡的是，之后这个自卫团体呢，却又发展成了另外一批新的帮派。如果大家有印象，2010年的时候，海地曾经发生过7级大地震，造成了2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地震让海地变得更加的贫穷，更加的混乱，所以青少年帮派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包含了后来成立的 G9 联盟当中，有不少就是从这一波窜出头的青少年帮派。那就像刚刚说的，他们不止行动很嚣张，甚至还把手伸向了政治权力。在上任总统摩伊士就任期间呢，他一直被外界指控暗中依靠黑帮的力量打压异议分子。例如，在2018年，摩伊士宣布燃料价格大幅上涨之后，社会爆发了持续2年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而在这段期间呢，黑帮就发动了3起对于意见者的屠杀，死了240人。美国和人权组织指控，当时还在担任国家警察的烧烤就是幕后黑手，而且总统还提供装备给他的组织。烧烤也因为这样子的指控丢了警察的工作。接下来呢，烧烤就干脆不装了，他不但宣布成立 G9 黑帮联盟，还公然的支持摩伊士。不过2021年呢，摩伊士就在个人的住家内遭到枪击，当场身亡，代理总理亨利上台。而G9宣称这起刺杀案可能就是亨利策划的，所以开始反对新的政府。而在刺杀事件后不久，他们甚至占领了海地的经济命脉石油港口，威胁亨利下台。那根据G9的说法，后来他们已经跟政府达成了秘密协议，亨利只有有限的权利，而且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的时候还得交保护费给G9。而随着 G9 的势力越来越强，反对 G9 的另外一个帮派势力 G-Pipe 联盟也因此成立。不过对于民众来说，这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好的消息，因为最近几年了，2大帮派为了争夺地盘，常常在街头混战。他们不仅恐吓平民、放火烧房子，甚至呢还在公共场合斩首对手，在街上随意的焚烧尸体。在2大帮派联盟的夹击之下，海地首都太子港呢已经有 90% 的领土被黑道们占领。过去大部分的帮派干预政治、强占土地，主要可能都是为了想要赚钱，但烧烤要的可能不只是土地或者是钱财而已。从很多的迹象来看，G9 似乎还试图推翻亨利政府，直接获得权力。比如说呢，在这一次攻击监狱之前，烧烤就发布影片说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所以他要抓走警察跟政府官员，彻底的解放海地。既然黑道都公开提前宣战了，难道海地政府不能够先提前准备吗？其实他们一直有试图想要围绕，但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海地不只是中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在联合国衡量的经济指标当中，他们的人类发展指数还是最低的等级，有70%的国民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虽然政府希望能够透过外资的力量呢来拯救国家的经济，但社会不稳定，就没有外资赶来，没有钱，社会就会更加的混乱，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经济不行，政府就没有钱可以投入维安，没有办法开出更好的工资，让更多人来当警察。然后没有更多人要来当警察，又让警察的工作环境越来越过劳，长期都处在缺人的状态，而且越来越严重。2021年他们全国的警力还有15000人，但到了今年却只剩下了9000人。2017年，海地才终于重建了军队，但规模只有500人上下而已。警察加上军队的人数远远比不上动辄2-3万人的黑帮。然后因为政府没有钱，所以他们也很难从国外买到先进的武器或者装备。反观黑帮有钱又能够走私，火力远远的打趴了正规军。更惨的是，政府已经弱势成这样子，有不少的民众恐怕也不太挺他们。在摩伊士被枪杀之后呢，理论上面海地应该要重新选举，但却一直没有执行，所以很多人一直都会质疑亨利政府并不合法。而且呢，除了总统选举之外，就连国会立法院也完全停摆，导致黑帮政治的各种争议没有办法从宪政体制的角度来讨论要怎么样解决。这些状况呢，都让民众对于亨利政府越来越不满，民间的抗议不断，所以 G9 的反政府的气焰也因此越来越盛。但这并不代表说所有人都认同 G9 的理念。除了刚刚讲到的 G-Pipe 联盟之外呢，也有其他的民众组织反帮派的自救团体，自动自发的打击黑帮。不过有不少的自救团体常常会选择以暴制暴，用私刑活活烧死被俘虏的这些黑帮成员，也让外界担忧他们会不会重蹈覆辙，变成另外一个暴力帮派。好的，那既然政府维安、民间自救都不能够很好的解决黑帮问题，那依靠外界援助会有效吗？先说结论，可能很难。
其实早在2007年，联合国呢就曾经派出7600人的海地稳定团帮忙维持社会秩序，比如增援当地的警力啊、救援绑架案等等。2017年的时候，联合国认为呢海地局势已经比较好转了，所以决定撤军。但最近几年，联合国发现海地的形势又再度的恶化，所以去年10月，他们也再一次的决议要向海地派出多国安全支助团，并且呢由肯亚的军队负责领导。但是在肯亚国内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有违宪争议，所以被搁置了好一阵子。那海地的总理亨利为了尽快得到外援，决定在今年2月底的时候出访肯亚。结果这个动作呢，反而激怒了军奈，让他们选在这个时间趁势发起了攻击。另外，反对外援的也不只是军奈等等的黑帮组织，在不少民众的眼里过去的联合国稳定团也是争议重重。首先，有人认为他们这样子的外来者并不了解海地真实的状况，有人觉得这些外来者会带来霍乱或其他的疾病，甚至联合国的稳定团自己也被传出了性暴力的丑闻。有人觉得这些组织的行动其实根本治标不治本，稳定团在的时候，当地的治安好了一些，但是在2017年走了之后，海地又立马被打回原形，犯罪率重新上升。所以如果想要解决长期的黑帮问题，应该还要寻求其他的方法。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志毅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很多议题有更不一样的讨论空间，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最无奈的地方是，大部分的资讯呢都是在叙述黑帮的发展或是大环境的局势，民众的声音好像很常被淹没跟被绑架。政府说会保护人民，黑帮也说会保护人民，但两边却又互通有无，就连要对抗这两方的民间自救团体，最终呢也几乎都走上了黑帮或是暴力的道路。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光是在2023年，海地就有8400人因为黑帮的冲突而不幸过世。海地黑帮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猖獗？我们觉得除了先天的自然灾害经济体制之外，关键的原因可能也跟转型正义有关。从一开始呢，黑帮就是在独裁政治之下开始茁壮，但可能他们转向民主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整的厘清处理各种权力关系，导致黑帮不止继续维持，还越来越强。但是转型正义的推广真的非常的困难，一方面是这需要民众有强烈的意识，政治人物愿意配合，另外一方面是随着时间越走越远，很多当时的证据只会更难搜集。所以整体来说呢，接受外部援助或许还是现阶段比较有机会立即发挥效果的选择。不过从过去其他国家的种种案例来看，依靠外部势力介入解决黑道民生议题，也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其他问题。所以今天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海地的困境可以怎么解决呢？我觉得主要靠外部的帮助，但民众也要愿意配合。比如我觉得还是从转型正义开始，从根源检讨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内部需要一个英雄取代目前的政府，带领民众对抗黑帮。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海地越狱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海地前总统被刺杀事件以及墨西哥黑道。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